同为女性，又是孕妇的我，很想站在原告这边，但证据是案件的生命线，公正是司法的灵魂。你与我的当事人站立发生关系，你有机会也有能力反抗，但你没有，这是你情我愿，所以并没有证据证明我的当事人有罪。全体起立。宣判如下：被告人强奸罪不成立，被告当庭释放；原告涉嫌诬告罪，判处有期徒刑3年。退庭。师傅，这个被告明明有罪，事实很清楚，我们这么做是不是对原告很不公平？那个姑娘也太可怜了。你这是同情心作祟，公平正义要讲证据，更何况证据显示他曾经与被告有过多次转账交易。你呀，不要被弱势群体的伪装给蒙蔽了双眼。后面什么安排？金海集团董事长想委托您代理他父亲的杀人案，约了您今晚在恒星酒店见面。我走了。啊，人家秦律师马上就到了，明天的官司还指着人家呢，你这连个面儿，这像什么样子？别的慌，我下去转转。你是我儿子，你见不就行了吗？这么点事儿还办不好？哇哇！哎，秦律师，您可算来了，来里边请，请坐。辛总太客气了，还没感谢你呢。你送我妈那件从普陀山专门求回来的玉佩，她非常喜欢，一直随身携带着。那不是小事儿。那咱们就长话短说，说说案件情况吧。哎呀，这个说起来真惭愧呀。您也知道，像我们这种做生意的，外边竞争对手他很多呀，他们都竞争不过我，然后就想办法设计陷害我吧，非得给我办一个什么强奸未遂跟杀人罪，这不是胡扯吗？那我爸都多大岁数了，他哪能干这事儿？就是那个女大学生，她跳楼自杀，故意陷害我爸。秦律师，您这次务必帮帮忙呀！时间很紧，明天就开庭。我也是找了很多律师，他们都对这个案子没有什么把握。只要您能还我父亲清白，我愿意出800万。不，这场官司我要1000万。你把相关的卷交给我助理就好。哎呀，钱不是问题啊，秦律师，冒昧的问一句，您对这个案子胜诉的把握有多少啊？迄今为止，我为你们公司打了36场官司，有输过吗？那是。慢走，慢走，慢走。师傅，从证据链上来看，金坤确实没有犯罪动机和犯罪能力。尸检报告上也显示，受害者生前曾服用过大量的致幻药物，自杀的可能性很大。卷宗里的证据都是他们想让我们看到的，我们还得挖掘卷宗里没有的证据，比如说，受害者也许是被逼迫服用的致幻药物。如果让我找到你作伪证的证据，就算你有再多的钱，也不能践踏法律的公正和尊严。喂，有很多人在欺负你。什么？你后爸被打了？在哪里？就在广场这儿，你快过来！别着急，我马上过来。我在高岗眺望。金哥，就是那伙人，你不在这几天，领了一群小老太太在这蹦跶。之前跟你关系好的那个小梁、小云，整天跟他们鬼混。他娘的，敢惹到老子头上！今天要让他们知道
得罪老子的下场。金哥，别冲动，你今天要出庭，你儿子交代过，别惹事儿，你忘了？你也知道那是我儿子，他也得听我的。再说了，是他们惹的我。等我收拾了这群臭鱼烂虾，再去法院也不晚。撞着了你！你干什么？啊，你怎么开车的你？还不像话！我说你是不是眼瞎了？你看见我车过来，你也不躲，哎，你想碰瓷儿是不是？瞎了眼的人是你吧？在这里怎么能开这么快？你撞了人还反咬一口，你还讲不讲理了你？哎呦，妹妹，你这可就冤枉我了。我是重堂行驶，哎，是这个老家伙他不长眼呀。放屁！你密死你们开车撞了人，还倒打一片吧？简直无法无天啊！报警，让警察收拾他！报警！报警！报警！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就是金海集团董事长的父亲，在云海都是金家的，就算警察来了，也得听我们金爷的。无法无天啊！这算了，我也没什么大事，别给咱女儿添麻烦，咱们也走。强总，那可不行，你要赔我的车。你们要赔我的车？明明是你错了，我都自认倒霉了，我还要赔你的车，你也太欺负人了你！这就叫欺负人啊！这才叫欺负人！你不转，你放开我！您跟你说吧，就你这穷酸样，也赔不起我的车啊！哎，她是你媳妇儿吧？这干什么？看上了，陪我玩几天啊？哎，就当赔我的车了。等我玩腻了，我就还你啊！我不依，你这是犯法！别以为你儿子是金海，你就可以无法无天。还挺倔呀！我今天还真想犯犯法，飞他一个爪子！哎呀，行了。有很多人在欺负你爸，就在广场这儿，你快过来啊！你把手机还给我，把手机还给我！哎，我不管你是他儿子还是他女儿，我看上你妈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你后爸了啊！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你后爸了啊！喂，哎，师傅，还有3个小时就要开庭了，委托人马上就到，您大概要多久才能回来呀？你放心吧，我肯定不会耽误开庭的。要是金海问起我，你记得一点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您尽快啊，师傅。师傅，你开快点！师傅，你开快点！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哎，你躲什么呀？我就想跟你亲热亲热啊！王八蛋，你放开我老婆！有什么事冲我来！去死吧！老秦！你看你找什么窝囊废啊！你不如跟着我，你跟了我，哎，这整个云海市都能后着走啊！你做梦！还做梦？我做什么梦？我做梦！不是我家小海上次花挣你请来的玉佩吗？怎么挂你脖子上了？这是我女儿送给我的。女儿？你女儿叫秦月？你认识她？
金哥，这玉佩金总不是送给秦律师了吗？他们该不会是秦律师的父母吧？要是这样，咱们可闯大祸了。现在你的案子只有秦律师能救你啊！怎么可能？你就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了。秦律师是什么人物啊？那可是叱咤风云的精英啊！怎么会有这种窝囊父母呢？依我看呀，这玉坠不过是个地摊货，只是相似罢了。哎呀，原来他们是假的，吓死老子了啊！我女儿就是你们说的大律师，你放开我老婆！是个屁！你女人要是大律师，法院就是我家开的。我求你了，放了我老婆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。干什么都行啊！哦，金哥，小弟倒是有一计，我看你鞋子脏了，待会儿你还要上法庭，不如就让这老东西跪下来把你鞋子舔干净，怎么样？好啊，就按你说的办。把人当狗，实在是太过分了。就算他儿子是金海，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嘛。是啊，是不是？金哥，时间不早了，咱该出发了呀。要是金总发现您还没到法院，肯定要生气呀。金总就知道拿他压我，我是他老子，他生气能怎么着？等什么呢？开始，来舔，别舔。哎呦，不要听他们的，闺女马上到，他们不敢拿我们怎么连人都敢杀啊！玩个女人算个屁呀！正好这2天憋得难受，就拿你泄泄火啊！畜生，放开我老婆！你们真香啊！走，金哥，上车！住手！住手！让开！爸，怎么弄成这样了？我在这跳舞跳得好好的，他直接把车开上来，我撞伤不说，还欺负你妈！哎，老东西，你少胡说八道！明明是你先碰瓷儿，我们金哥打你，那是活该。你这里是公园广场，机动车禁止驶入，你们看不到标识吗？开车撞人还讹人，你们眼里还有王法吗？怎么样？撞的就是你，撞了就是你，怎么了？云海姓金，我们金爷就是法，我们金爷的车想开到哪就开到哪，就算开到你床上，你也得给我挺着。我不管你姓金还是姓严，你危险驾驶、寻衅滋事、故意伤人、强制猥亵，我保证你下半辈子都在牢里度过。还有你们，有一个算一个，3年起步，谁也别想跑。给我亮行啊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小丫头片子，你给我竖起耳朵听好了。这位就是云海市首富金海集团老板的爹，你就是那个涉嫌杀人和强奸未遂的金欢。他如此肆意妄为，无法无天，怎么可能无罪？没错，就是我。你要想起诉，随你便啊！有大名鼎鼎的秦月律师为我辩护。哎，知道秦月是谁吗？就是从业以来无一败绩的金牌律师，有他在，谁能给我定罪啊？你以为有钱就可以肆意妄为，践踏法律尊严吗？你痴心妄想！我会把你亲手送进牢里，因为我就是你口中的金牌律师。真的，真的是他，那我们岂不是死定了？这怎么办？我不想坐牢呀！
下重就想吓唬老子呀！刚才这一招，他们俩早就用过了。大名鼎鼎的金牌律师是大赌博，谁信呢？更何况马上就要开庭了，秦月肯定在熟悉资料，怎么可能有时间来这儿呢？哦，金哥，你实在是太明智了。据我所知，开庭之前律师都要提前熟悉卷宗，他怎么有时间来咱们这儿？我都差点被你这个小丫头片子给骗了。金哥，你说怎么收拾他？哎呀，说起来，我碰过双胞胎，哎，就是没碰过母女花，何况还是个孕妇。今天就算是开荤了。你个畜生的，他畜生的都没有孩子。我羊水破了。你看，他吓尿了，还真是啊！太他妈有意思了！你最好赶紧放了我们，不然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追悔莫及。金儿，我觉得他像是真的，不可能这么多巧合的事，咱们一天全都碰到了。那我就给我儿子打个电话，让你们死的心服口服。喂，爸，你看这都几点了，你还没到法院呀？再不来就来不及了。咱路上了，马上就到了。更何况你给我找那个大律师打官司不是稳赢吗？怕什么呀？哎，你跟他在一块吗？我跟他处理在一起。他身子沉，先进去休息了。快点儿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露馅了吧？秦月就在法院，趁着现在开庭还有点时间，我就当着这翁定慧的面办他的老婆和女儿，也算是开门红了。你们臭求求你们谁打个120，我求求你们！金哥，这下玩大了，怎么办呀？就打电话。反正没法玩了，就去法院吧。不大好死！你们这帮畜生，饶不了你们！月儿醒了，月儿醒了，月儿，感觉怎么样？女儿，饿吗？孩子，我的孩子呢？我的孩子呢？妈，我的孩子呢？没保住。夏伟生前因为救我，最后的心愿就是让我把孩子抚养长大。现在孩子也没了，这帮妈不会放过他们的，妈是拼命。妈，如果拼命有用的方法，那还用法律干什么？这些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他，我会把他们一个一个的都送进监狱里。哎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出庭。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搞这一套呢？哎，怎么不把你家祖坟都搬过来了？该签到的畜生，今天你一命抵命！
你搞清楚了，你女儿是自己失足摔死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这个年纪连公交车都追不上，还怎么可能杀她呢？还有啊，今天为我辩护的是至今无一败绩的金牌律师秦月，你们觉得能赢了这个官司？回去吧。要是觉得赢你哭的，你们可以下去陪他嘛。金先生，你可以花重金为自己辩护，可一条生命即将消失，这公平吗？他们在我眼里就是蝼蚁，有什么公平可言？金先生，请继续回答我的问题。老天爷啊！你真是瞎了眼！我女儿才20岁，她就这么白死了吗？啊！哎呦，那破盒子没拿进来啊？不怕外面野狗给你叼走了？王八蛋，你别嚣张，今天让你血债血偿！要我跟你说多少次才能懂啊？有秦月律师为我辩护，你们谁能赢他？我。真是秦玉啊，他可从来没输过呀！看来金婚要无罪释放啊！不会吧？事实案件这么清楚，他总不能颠倒黑白吧？公理何在？公理值多少钱？据说金海给他了1000万律师费，1000万，谁会在意？太夸张了！1000万。秦律师，辛苦你了。爸，还不快过来感谢秦律师？我们已经见过了，那感谢就更没必要了。感谢还是要感谢的，你看你怀着身孕，还为我们，你这肚子怎么了？这应该问你父亲。秦律师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爸的错，但是你看他那么大岁数了，我不能眼睁睁看他进监狱啊！事已至此，我们先把官司打了，只要官司打赢了，你怎么处置他随便你好不好？你说的对，孩子已经没了，眼下这场官司更重要。是。秦律师，你走错了吧？这是原告席，我们的位置在那儿。没错，我今天是原告的辩护律师。秦爸爸，您别开玩笑了，所有人都知道您的律师费出奇的高，他们这样能出气吗？我们给不起律师费。我免费给你们提供法律援助，1分钱不收。这场官司不仅是为了你们，更是为了我自己。行，秦律师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气。你看这样，我把你的律师费提高到5000万，怎么样？够有诚意了吧？1000万已经退给你，纵使你富可敌国，也休想动摇我的信念。钱不可能凌驾于法律之上。秦月，你就为了这2个刁民敢跟我金海作对，知道这是什么后果吗？肃静，注意法定纪律，回去。现在正式开庭，首先由原告代理人发表意见。请问被告，你声称原告身亡当晚是主动进入你房间，主动为你提供性服务，被你拒绝后，以跳楼威胁，自己不慎失足跌落，是否属实？
对啊，很多人可以为我做证明，还有监控视频呢。我觉得他不是头一回，太熟练了，那肯定是惯犯。你放屁！我女儿不是这样的人，是你逼的，她才跳楼的。扯淡呢嘛！我都这岁数了，那脱光了我也玩不动啊！王八蛋！你畜生！你王八蛋！你该死，你知道吗？你大爷的！根据尸检报告，李渊体内有大量的致幻药物，你怎么解释？他肯定是嗑了药来的呗。现在年轻人都玩的花。你说李渊是自己失足跌落身亡，那他的指甲里为什么有你的皮肉组织，还跟你胳膊上的伤痕吻合？啊，我那是想救他。那这个李渊手机里的录音，审判长，我请求当庭播放证据。同意。你给我放的什么东西啊？当然是好东西了，非常健康的。小丽，回家。小贱人，小贱人，小贱人啊！挠老子！你去死吧！你个畜生！那畜生都不如！什么东西？畜生！那畜生都不如！什么东西？审判长，事情已经十分清楚，被告金坤涉嫌强奸罪、非法拘禁罪、故意杀人罪，情节十分恶劣。我建议秉格罚判，判处死。全体起立。宣判如下：被告人犯强奸罪、故意杀人罪、非法拘禁罪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无期徒刑。好，好。谢谢你，我替女儿给你磕头了。节哀顺变，无期远远不够。这种人渣，我今天必须判他死刑。金海，你这个废物！你老子都被判刑了，你连屁都不放！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你不是原首富吗？我不服，我要上诉。他和我父亲有过节，他是在故意报复。你想继续上诉，我就奉陪到底。趁今天双方当事人都在，我正式提出诉讼请求，控诉被告金坤当街飙车、殴打我及我的家人，导致我流产，我父母住院，人证物证都在，随时可以上交法庭。被告金坤涉嫌交通肇事罪、故意伤人罪、强奸未遂，加上上述所犯罪行，我强烈建议执行死刑，立即执行。你胡说八道！你有证据吗？那个地方根本就没有监控，你这是诬陷！谁说我没有？审判长，请看。我操，还真是！审判长，父亲发病了，需要马上接受治疗，我申请延期审理。先将金坤收押，进行医疗救助，暂时休庭，5日后重新开庭。师傅，你还好吗？我现在送您去医院。我还好，5天之后重新开庭，我要赶紧熟悉卷宗，确保能打赢官司。师傅，
父，这件事交给我就好了。金坤罪行累累，证据确凿，他逃脱不掉法律的制裁。小姑娘，话别说太满啊。秦律师，你虽然背叛了我，但我依然愿意跟你谈。只要你肯收手，我会尽全力补偿你以及你的家人。不可能，金坤这个人，我必须铲除。别给脸不要脸，走着瞧。给我找律师，云海的律师不敢，你全部给我找。只要我们打赢这场官司，什么条件我都能满足他。知名的律所都问遍了，听说对手是秦月，没人敢接。一群废物，区区一个秦月那么害怕吗？滚！金总，其他人不敢接秦月的案子，我敢。金总，这个案子我接了。你谁呀？啊，我虽然缺律师，但不是什么无名小卒我都需要。凭什么？我是秦月最好的朋友，和他在同一个律所，认识了10几年。我知道他的所有人，这个理由够不够？你好，你好，那个，请问你怎么称呼呀？叫我李兰竹就好。客套话不多说了，还是先看看我的计划。哦，简直是太好了！你简直就是雪中送炭啊！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金海集团的法务主管，我天后的案子就看你的了。秦月，这回我要踩着你的肩膀，第一律师。就这样，对呀，还是得看江静究竟说什么。这次一定能把这老东西判死，装一也不行。肯定了，据说根本没有律师愿意接手他的案子，且律师委赢。开庭时间到，被告辩护人缺席。被告辩护律师李兰竹到。兰竹，你为什么要给他辩护？你难道不知道他对我做了什么？你可是我最好的朋友啊！哪怕是罪犯，也有自己的法律权益，退收入工作。李律师，你这么做太过分了！我师父这些年对你这么好，关键时刻你居然站在我师父的对立面，你知不知道？今天你不来，可以直接宣判。法律面前不谈感情，无需多说。现在开庭，请原告发言。审判长，我还是想坚持一下。抱歉，打断一下，审判长，我想先提一个请求，将这位发言的人驱逐出法庭，因为他不具备在法庭上发言的资格。你胡说什么？审判长，我李兰竹实名举报，秦月从业以来多次故意诱导他人提供虚假证据，损害委托人权益，他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律师法。我请求吊销秦月的律师证，并且根据相关法律严格处理。你扯淡！秦律师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。那可难说，听说秦律师打官司从来没输过，这中间肯定有猫腻。我早就感觉他这不拜神话的头衔有问题。肃静。李律师，你的指控已经造成了诬陷和诽谤，如果你拿不出相关证据，根据相关法律，你是要坐牢的。不用你提醒，我会对我说的每一个字负责。我还有人证。审判长，我请求人证入场。同意。师傅，这些人看着这么眼熟啊？这
这不是你的委托人吗？尤其是这个叫张凤英的，我对他印象很深。他来这儿干什么呀？青天大老爷，求你为我做主啊！这个恶毒的女人，她拆散我的家庭，让我们至今一家人不能团聚。陈律师，我求求你，帮我吧！起来，起来说。我不，秦律师，我要活不下去了。那个畜生，他天天都打我，现在连3岁的孩子都不放过。我答应你，你不是5年前被家暴的大姐吗？当年我挨家挨户搜集证据，用了1年的时间，通过2审才把家暴你的人送进去。你为什么要诬陷我？我当初只是想关他几天，让他知错就改。是你为了自己出名，硬是把我男人关进去8年，现在孩子每天都找我要爸爸。这个案子当时很出名啊，还被最高法列入了指导案例。我记得当时这个女的在法庭上哭得稀里哗啦的，还很感激秦律师啊。假的，那都是他教我说的。你血口喷人！我什么时候教你说过这些？秦月，你在恐吓我的证人，你为什么不让他说话？你心虚了。我从业以来，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考验，我问心无愧。那就闭嘴。审判长，我申请本次案件的原告出庭，他们都是秦月诱导委托人提供虚假证据这一案件的当事人。同意。应该不会吧？秦总太忙。判都判了，就是走个过场而已，不会把他们放出来的。我要告秦月，我本来和我男朋友谈婚论嫁了，就是他把我男朋友以强奸罪的名义送进了监狱。不要做傻事！我已经掌握了充足的证据，一定能将那个畜生绳之于法。没用的，秦律师，他们家有权有势，我们是告不赢的。恐怕这个官司还没有打完，我们俩就都会出事。我是你的律师，有什么事情我顶在前面。你相信我，我们一定会赢。秦律师，谢谢你，你就是我们家的大恩人，你救了我们家，没有你我们就完了。这是我作为律师应该做的。这就是小两口之间的玩闹。是这个无良的律师把我女婿送进了监狱，害得我女儿到现在都没有成家。你颠倒黑白！当年你的案子我从头跟到尾，明明是你求着我师父给你打官司，
我师父为了你这官司，被人送过纸钱，甚至还被歹徒袭击，至今还有疤痕。睁大你们的眼睛，给我看清楚！为了你们，我师父的这条胳膊差点就残废。现在你们睁着眼睛说瞎话，良心不会痛吗？我说的都是实话，他们是一伙的，肯定向着他说话。我也不会拿着我女儿的清白开玩笑呀。人家是自掘坟墓，你以为做伪证只会牵连我个人吗？当法庭采取你们的虚伪证言，这些罪犯都会重获自由，而你们只会永无宁日，自食恶果。审判长，他威胁我们。证人保持冷静。你说他们撒谎，那我这个老 boss 总不会骗人吧？就是他把我们唯一的儿子关进了监狱，可怜我们俩这么大年纪都没有人照顾啊！我可怜的儿子，你受苦了，就怪这个恶毒的女人！秦月，你不得好死！老人家，当初你们求我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当初你们被你儿子一家赶出家门，连口饭都吃不上的日子都忘了吗？律师，求你救救我俩！我是个孽障啊！我养了几十年，非得不孝敬我俩，还把我俩最后的老房子给卖了，在城里买了楼，也不管我俩的死活。姑娘啊，大娘给你跪下！我不指望别的，只希望那个孽障遭报应。我给你跪下！大娘，大爷，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全力帮助你们。我先给你们买几件衣服，别冻着了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你们两个老东西，再敢藏私房钱，我打死你们！不敢了，不敢了。这位女士，真是，你有话好好说。哎，你不要动手啊，打人是犯法的。来打死你！哎，谁敢行？哎，放开我！哎，多管闲事！哎，怎么都你胡说八道！我儿子很孝顺的，你太歹毒了，把他关进了监狱。你害得我们孤独无依呀！你们不怕断子绝孙吗？审判长，求你为我们做主，吊销秦月的律师证。求审判长为我们做主，吊销秦月的律师证。吊销秦月的律师证。我们到底应该相信谁呀？这秦律师不像是坏人呀，他昨天还为李莲打官司来着。那是牵扯到自己利益，没听说他父母被金坤打了。哎呀，这幸亏李律师揭发了秦月的真面目，没想到他这么可恶呀！师傅，他们为什么要睁眼说瞎话呀？你还不明白吗？他们都是他找来的，能对我接手的案件如此了解，恐怕就只有我这位师姐。在金海的金钱攻势下，没有几个人能抵抗得住诱惑。那这么说，现在的情况对我们非常不利。万一您的律师证被吊销，那您就不能再担任辩护律师，而且您之前代理的案件也要重审，金坤也会被释放，这咱们该怎么办呀？师傅，秦月，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良言难劝该死的鬼！既然你们一意孤行，那就希望你们不会后悔。他这是黔驴技穷了，面对铁证如山，哑口无言，只能威胁证人，算什么东西？这种人怎么能当律师呢？就是。他就是想脱罪。
今天的东西。安静！被告律师继续发言。审判长，鉴于秦月的行为情节十分恶劣，严重违反了律师法、刑法。根据相关法律，他不仅要被吊销律师证，还要处以5年以上有期徒刑。此外，应当倒查秦月从业生涯以来接手的所有案件，错判、误判的受害者应当当庭释放。当然，其中也包括我的当事人金坤先生。这么说，我不用坐牢了？你，秦月，你认罪吗？我认罪。臭娘们儿，你也有认怂的时候啊！哎，你不是挺能逼逼的吗？你继续啊！诉驾，全体起立。鉴于被告认罪，我宣布秦月违反刑法、律师法，罪名成立，判处有期徒刑3年。被告金坤犯罪事实不清，当庭释放。审判长英明，这种人早就应该遭报应。今天呀，我一定得卖挂鞭炮，好好庆祝一下。臭娘们儿，你不是想判老子死刑吗？哎，老子什么事没有？没有事儿。安静。本庭继续宣判，凡涉及到秦月一案所有的当事人当庭释放，打开所有原告借据，你们可以跟家人团聚了。案件发回重审，择日开庭。那就放了呀，太过我们了呀！不对，不是不应该放了他们吗？现在怎么这样？之前不是这么说的呀。媳妇儿，谢谢你啊！多亏了你，我才能被当庭释放。你放心，以后我会好好照顾你们娘俩的。妈妈，跟我回家吧，我会好好孝敬你们，带你们去住大房子。别碰我！你滚！你离我远一点！金总，您不是承诺过，只是走个过场，是要放了他们吗？现在怎么这样？我是个生意人，又不懂法律，放不放得听审判长的。审判长，他们都是坏人，你不能放了他们呀！审判长，我刚才说了谎，他不是我女儿的对象，他是强奸犯，赶紧把他抓走！儿子，我不要了，他错了，我就死。审判长，我给你磕头了，别把他放出来！荒唐！庭审现场怎么能够出尔反尔？秦月已经认罪了，你们是不是把法庭当儿戏了？鉴于证人当庭犯案，想要推翻之前的庭审结果，被告必须要上诉。被告，你上诉吗？他肯定会上诉，没人愿意坐牢。我说过，你们会后悔的。我不上诉。为什么不上诉啊？这不是洗刷罪名的机会吗？先别上斗了呗。秦律师为了这种白眼狼付出那么多，他们集体出卖他，太不是东西了。秦律师宁愿坐牢，也不愿意帮助这种白眼狼。秦律师，你不上诉就得坐牢，你得上诉呀！媳妇儿，你救他干什么？他可是破坏咱们家庭的罪魁祸首。爸妈，你们赶紧回家吧，都等不及了。秦律师呀，
我就是猪油蒙了心，听信了金海的话，诬陷你。我知道你是大好人，肯定不会计较的，对不对呀，秦律师？对不对呀，秦律师？秦律师，你不能不管我。他会打死我的。秦律师，你就上诉吧，我们都愿意你作证。对，秦律师，我们替你作证，你就可以不用坐牢了，这样大家皆大欢喜，对不对？不，我认罪，我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。秦律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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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秦律师。媳妇儿，该回家了。走，我哪也不去。臭娘们儿，走，什么都不要在乎。我哪也不去。臭娘们儿，走，地下。女儿，妈，女儿，孩子，你受苦了。女儿啊，出来就好，快别在这说了，回家再说啊。可惜了，差点又撞到了。哎呦，这不是当年一直嚷嚷要判我死刑的正义凛然的秦大律师吧？哎呀呀，瞅我这气性，你现在不是律师了，你就是一个劳改犯了。哎，还别说，你现在这个模样，比当年穿律师袍可俊俏多了。你以为你高枕无忧了？我只是让你多活几年罢了。这次不仅是你，我要整个金海集团给你陪葬。让我多活几年啊！你就是一个刑满释放的劳改犯，还敢这么说话？你狂的没边了吧？有这闲工夫，提前给自己挑块墓地吧。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，老子一脸撞死！我看你怎么跑！你找死！小海，你赶紧把车挪开！我今天非撞死这个臭娘们吧！你给我闭嘴！秦律师，你别跟我花一般见识，我是特地来接你出狱的。我知道我们之前有一些误会，不过都过去了。我还是希望我们能重修于好。你这么低声下气跟他说话干什么呀？我今天把他撞死就完事了，一了百了了嘛！你给我边待去！秦月，我们金总可是带了很大的诚意来的，连金老先生都骂了，给足了你面子。你好好考虑一下，你只有和金海集团合作，才能共赢。只要你愿意加入进来，条件随便你。我的条件就是判他死刑。这起诉书都送到我这儿来了，不是让你听听他们怎么干的事儿？他给金海集团打过太多起官司了，掌握了很多公司的核心机密。如果这次诉讼，别说是我了，连我都逃不过，整个金海集团都得完蛋。金总，事已至此，着急也没用啊。不过，事情也不是没有转机。
我能挽救金华集团，但是我要这个数。1000万？不，我给你。你在这干什么？你到我的监视大门刮来的，滚！哎，金总，先别着急着拒绝啊，先看看这个吧。很好，只要这次你能打赢官司，并且让他永远出不来，我给你2个亿。开始行动。爸，怎么停电了？哎呀，可能跳闸了吧？我去外边看看。你们干什么？这里是我家，让你们进来的。我们是来给秦律师送一份大礼的，你闪开！走！你们干什么？快给我走！住手！厉害啊！你这是私闯民宅，损害他人财产安全，可以判刑了。哎呦，你吓死我了！哎呀！我就砸了，谁看到了？谁能判我刑啊？放肆！马上警察来抓你！这是怎么回事？警察同志，是他带人闯入我家，蓄意打砸。警察同志，我冤枉呀！我可是良好市民啊！我是听见动静才过来的，我以为他们家闹贼了呢。啊，刚才黑头吓死我了，可能这个搞破坏的人早就跑掉了啊。还平时，你哪只眼睛看见我砸了？你们看到了吗？没有。你就是秦月，跟我们走一趟，有些事需要你配合调查。这是逮捕令。警察同志，是不是弄错了？我女儿犯了什么事？你们要逮捕她啊？我们怀疑她和6年前的纵火案有关，并且涉嫌谋害你丈夫。谋害亲夫啊！你这娘们够狠的呀！这不可能，你们肯定是弄错了。我女儿跟女婿一直都很恩爱。妈，没事的，我跟警察走一趟，他们会还我清白的。啊！秦律师，这回是后会无期喽！啊！今天备受关注的知名律师谋杀亲夫的案件即将开庭审理。庭审现在开始。首先由原告发问。秦月，6年前的7月12日，你在什么地方？当时我在百货大楼。老公，大鱼着火了，你快带人来救火！来人！老公，你怎么样？我脚受伤了。
孩子了，你不能死啊！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。撒谎！当时百货大楼起火，故意诱骗自己的丈夫进入火场，你丈夫为了去救你，不幸遇难，这才是真相。你血口喷人，你这是诽谤！我怎么可能害自己的丈夫？很抱歉，我说审判长，我申请证人出庭。同意。罗明，你跟被告是什么关系？我们是大学同学。还有呢？我们还是多年的秘密情人关系。哎呀，表面冰清玉洁的大律师，私下是个荡妇呀！哎呀，你玩的真脏哎！陆明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你明明是李兰竹的丈夫，你为什么要诬陷我？秦月，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想隐瞒下去了。我是兰竹的丈夫不假，但当时可是你让我追究她的，说她是你最好的闺蜜。我和她结婚之后，就能经常可以见面了。有了丈夫，外面还有情人，这不是当代武则天吗？最可怜的是她闺蜜，居然一直被蒙在鼓里。你这是诽谤！我抗议！抗议无效。被告，现在不是你说话的时间，保持安静。原告继续发问。罗明，你和秦月密谋害死她丈夫，动机是什么？她怀了我的孩子，好像还被她丈夫发现了，所以要杀人灭口。把她丈夫给杀了。陆明，你这么胡说八道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哎，大家看到没有？他急了，这事儿啊，十有八九是真的。你比谁都肮脏，还敢舔着脸说自己代表法律，我呸！肃静，不要扰乱庭审现场。原告继续发问。秦月，罗明所说的，你是否承认？口说无凭，你说我有外遇，谋杀我自己的丈夫，证据呢？拿不出证据，你这就是诽谤！谁说我没有证据？这里是从你家里搜查到的银行卡和保险单，卡里有一笔巨款，而这份保单则是一份意外险，卡里的钱刚好是保险赔偿金额，你是从保险公司所支出的。亲爱的，快把你身份证给我。你最喜欢歌手的演唱会，我好不容易搞到2张黄牛票，但是要实名认证，人家正等着呢。真的？我明明没有开这家银行的卡，给我发什么短信？莫名其妙。李兰竹，我究竟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？你要这么处心积虑的害我，从6年前就开始设计。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！开银行卡、买保险都是需要本人身份证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铁证如山，我劝你还是坦白从宽，争取宽大处理。我是清白的，你这是诽谤！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，所以我还准备了一份证据，让你心服口服。审判长，我申请播放当年的监控视频。同意。根据录像来看，你完全有时间逃离，可你却迟迟不肯离开，故意引诱你的丈夫来到火场，最后不幸身亡。这回
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我当然有话说，我当时是脚受伤了。秦月，你就别狡辩了，认罪吧。你的丈夫死了，咱们孩子没了，这就是报应啊！我实在无法承受内心的煎熬，咱们就认了吧。哪怕是后半辈子坐牢，我陪你一起，就当赎罪了啊！还在狡辩，简直是茅坑里臭石头，又臭又硬。这种人就该被拉去进猪笼。可惜了那位救火员英雄，到死都不知道自己被戴了绿帽子。必须重判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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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还以为这娘们多厉害，不过如此。审判长，你也看到了，这就是民意。秦月蓄意谋杀亲夫，对方还是救火英雄。综上所述，我申请法庭判秦月死刑，终身剥夺政治权利。好，臭娘们儿，你不是要判老子死刑吗？你去阎王爷那里判吧。一路走好啊！看在之前我们共过事儿的份上，每年清明我会给你烧纸的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是你们早围着诬告我。李兰竹，你为了一己私欲，拿灭火英雄做阴谋，死了都不肯放过他。你们还有良心吗？你们还有良心吗？你们不得好死！坐下。被告，你说这是阴谋，有人能为你作证吗？是啊，谁能为我证明呢？赶紧敲啊！你愣着干啥？想包庇他？审判长，这个是直播呀，这么多人看着呢。啊！大家都看到了，审判长在故意拖延时间。你是不是收黑钱了？你对得起身上这皮吗？谁说没有人给他证明的？我可以作证。我们都可以作证，我们都可以作证，我们都可以作证。各位救火员同志们，在法庭上话可不能乱说，是要讲证据的。你们要对自己的话负责。审判长，经过我们多年的调查，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。当年纵火的就是他。哎，队长，那不是嫂子吗？队长，这嫂子怎么成了谋害欺负的凶手了？这不是胡扯吗？就是啊，这不是污蔑嫂子吗？当年事情我们最清楚了。这个证人有点眼熟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当年和郑焕人交易的人就是他，找了他这么多年，今天终于露面了。兄弟们，咱们兵分两路，一队去申请提犯人，剩下的跟我去法庭。咱们绝对不能让英雄的家属蒙受不白之冤。是，出发。我没有，你胡说！真有意思，你们不去救火，跑到这法庭上来充英雄啊！你们是不是都跟这个荡妇有一腿啊？我今天要不是穿着这件衣服，我一定打碎你满嘴的牙。当着所有人的面，还有庄严的法庭，我敢为我说的话负责，你敢吗？开个玩笑而已，你这么激动干什么呀？你也一把年纪，为老不尊，随意抹黑他人，这些年你活到狗身上去了。你肃静！这位同志，我很尊重你的职业，但是这是法庭，法庭上一切都要以证据为基准。你说证人是纵火真凶，你有证据吗？没错，没有证据就是诬告，国法无情。就算你穿着这身衣服，我照样也能把你送进大牢。谁告诉你我没有证据？审判长，我申请我方证人出庭。审判长，我申请我方证人出庭。同意。
把一个在押犯人带到法庭上，你想证明什么？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人就是6年前百货大楼纵火案的真凶，而他也是被人指使的。黄斌，你仔细看看，法庭上有没有指使你的人？就是他，是他，就是他给我3000块钱，让我去放火烧百货大楼的。当时他给了我一包布料，说是点点烟就行。结果我一点，那个火噌一下就着了，灭都灭不掉啊！我抗议，只有口供说明不了什么，又没有其他证据，形成不了完整证据链。我这里有当年的监控视频，清晰的拍到他们交易的全过程，还有其他人的证词。审判长，我请求播放监控视频。同意。娘的，3000块钱就敢放火烧楼，就不怕下18层地狱吗？不对呀，姓罗的让王斌放火，不是恰巧验证了他和秦月合谋，故意引诱秦月丈夫去火场吗？王斌，你跟审判长如实交代，这可是你减刑的最后机会。是。当年啊，他追求过那个女律师，只不过对方没有同意，后来还嫁给别人了。而他呀，就本着自己得不到，也想让别人得不到，就想放火烧死那个女律师。畜生！就因为人家拒绝了你，你就烧死人家，还是人吗？害死人家丈夫，还跑到法庭上做伪证，这种人就该千刀万剐。这种人就该千刀万剐。对，千刀万剐！畜生，真不要脸！宣判如下：全体起立。罗明犯诬告陷害罪、纵火罪，情节严重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李男主，你说话呀！找人放火是你教我的呀！你不是说没事的吗？审判长，他是主谋，他是主谋啊！他是主谋！不是说万无一失吗？这对公母都是废物。这次没把秦月弄死，后话无穷。 6年前纵火案现已查清，被告秦月与此案无关，无罪，当庭释放。现在，我宣布庭审结束。审判长，我要申请当庭上诉。 我要告金坤涉嫌强奸罪、故意杀人罪、危害公共安全罪、寻衅滋事罪。我要告金海涉嫌组织、领导黑社会团伙罪、敲诈勒索罪、故意杀人罪、寻衅滋事罪。我还要告李兰竹涉嫌故意杀人罪、诬告陷害罪、作伪证罪、违反律师法。这3人，我要求共同上诉。你是不是疯了呀？ 啊！你一个人想告倒我们？你以为我金家是你捏的？你做梦啊！我告诉你，在巡海抢夺我金家就得死！我不管你金家有多大的来头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。忘了告诉你，我在监狱的这几年，搜集了金海集团不少证据。梁善明和江成才这2个人，你们还记得吗？我宣布。将所有被告人暂时羁押，择日开庭。
老公，当年纵火案的凶手找到了，你可以安息了。可是我们的孩子被人害死了，我对不起你。不过你放心，那些凶手一个也跑不了，我会把他们一个一个都送进监狱里。老公，我太累了，我借你的肩膀靠一会儿。月啊，月啊，你又一个人在伤心了。女儿啊，我知道你最近在调查金家的案子，爸不想插手你工作上的事，但这次听爸的，放弃吧。对，你爸说的对，这金家就是云海的地头蛇，咱们惹不起。这一个金坤就差点害了咱们的命，你现在要对付的是整个金家，他们还指不定怎么样报复你呢。妈把你拉扯大不容易，妈不希望你出事儿，就别再多管闲事了，好不好？妈，这怎么能叫多管闲事呢？他们害死了我的孩子，害死了我的丈夫，还害死了这么多人，凭什么他们能活得好好的，而我们就要像失败者一样逃跑呢？可是这样你会死的。学了这么多年法律，我只坚信一个道理：法不能向不法让步。虽然九死，亦不悔。师傅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马上就要庭审了，有什么事你等开完庭再说。哎，是叔叔阿姨，他们被送进精神病院了。别过来啊！别过来！跳，你跳啊！要我就扎你喽！扎他们！走，跟我去精神病院。杨哥，哎，哥，这不秦大律师吗？我送过你的一份厚礼，也不知道你收到没有？你们就只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绑架我家里人算什么本事？有本事冲我来！哎呀，这话可不能乱说呀！我们这几天都在看守所呢，怎么可能绑架你的父母？谁敢绑架你的父母呀？啊！哎呀，有一句你们的专业术语叫“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物”，所以话可不能乱说呀，是吗？哎，秦律师，距离开庭还有2小时，你可要早去早回啊！按照规定，迟到30分钟默认撤诉啊！你不是要把我送进监狱吗？我们都等着呢。师傅，咱们救出叔叔阿姨以后，要是赶不上开庭，就算了吧。金家在云海一手遮天，咱们斗不过他们。你怎么能这么想？他们就算是权势再大，也不能违法。忘了你那天跟我的时候，我是怎么教你的了吗？我记得你教育我法不阿贵，绳不饶屈。既然这样，我无话可说。哎，赵贺，你干什么？松开！松开！
赵和刚刚为什么抢方向盘？快来人！有人疯了！故意开车撞电线杆！快来人啊！有人疯了！他在胡说什么？医生，快救救我师傅！他突然就犯病了！快！我是秦月。你们别听他胡说！你们别听他胡说！病人情绪不稳定，打一针镇定剂。别过来！别过来！都是些活的。赵和，你为什么要背叛我？我也不想这样，也给过你机会。如果刚才在车上你答应我不跟金家作对，就什么事都没有。你不仅可以救回你爸妈，而且金家也会给你一笔丰厚的报酬。可惜你不识抬举，你是个律师，你怎么能跟罪犯同流合污呢？你忘了你的使命，你把楼交给你。够了！张口闭口都是你说的，在你眼里我一直都是个拎包的，你从来都没有把我当成过人。现在好了，金总答应我了，只要帮他一个小忙，他就可以全资帮我开一家律所。我只求你看在我们师徒多年的份上，放我走，马上就要开庭了。你还怎么忍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请问赵律师，秦律师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前几天他还好好的，当庭表示要起诉金海集团董事长，怎么就病了呢？我师傅最近可能工作压力比较大，在监狱里也受了些刺激，所以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我们刚才开车来的路上还出了车祸，都把自己伤到了，太危险了。我把他的嘴堵上，也是为了让他不要伤到自己。你看，我师傅都不认识我了，太可怜了。别争执，没用。就像你永远也斗不过金姐。刘院长，能不能告诉我们，秦律师怎么突然患病了呢？像秦律师这样的病例很常见，都是常年高压工作导致脑神经紧绷，很容易诱发精神疾病。那秦律师康复的概率是多大呢？几乎不可能。他除了工作压力大，还有家族遗传。不瞒你们说，他父母也在医院。时间差不多了，病人病情需要多多休息，大家就不要打扰他。感谢各位记者的关心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。从今天起，云海再也没有一个叫秦律师的人，有的只是一个叫秦月的精神病。好了，那就暂不起。真是没想到，堂堂的绿界不败神话，居然也会栽到我的手里。想当初你让我坐了8年的牢，你还记得吗？你是那个用电击治疗学生玩你的刘成亮，你应该还在服刑才对。这就要多谢金总了，是他帮我减刑。当初我就告诉过你，我背后的人你惹不起，就算我进去了，也只是走个过场，你非不信。如今怎么样？你当年非法行医，将10几名学生致死致残，你这个恶魔！我当初就应该把你判死刑才对。像你这种人，不可能懂得什么叫科学。我那是拯救他们，谁叫他们身体素质那么差？
死就死了。这几年我倒是改进了我的电击疗法，一会儿我就让你也试试。畜生，放开我女儿！放开！放开她！咱们该吃药了。不要！你放开他们！你给他们吃的是什么？还是关心你自己吧。你快跑，不要管我们！你跑出来，我和你妈在有活路，快跑！把他给我抓回来！想跑？看你能跑哪儿去！继续啊，想跑，除非你从这儿跳。别以为我不敢跳，我今天就是死在这儿，记者就会注意到这儿。你以为你们干的这点事儿还能瞒得住？快放了我们一家！放了你，好让你和金总打官司？痴心妄想！站住！你再往前，我就跳，有本事你就跳啊！你现在只是个精神病人，不是什么大律师了，就算死了都没人管。今晚老子来了，都救不了你！秦律师，要一个头发，我们差点就报警了！该死，这群拉车的进过来，他们和秦月什么关系？兄弟们，快看云海新闻，秦律师被当成精神病，抓到精神病医院了。什么？秦律师？这不扯淡吗？猜，肯定是今天杀7岁害人，就想让他出庭。那怎么办？咱们搞不过他们了。我必须去帮秦律师。8年前，看清算，谁管过我们死活？是秦律师带着我们打官司，保住了我们的车，还帮我们要回来拖欠的工资。没有了，我今天都不知道在哪儿。我必须去救秦律师。今天他落难，我若袖手旁观，他日我要是有什么麻烦，谁还会为我挺身而出？兄弟们，你们有家有业的。我在南路，看过去，把秦律师。怎么能扫得来我？三大张虎，我来了，我在黄河路。别管那么多了，赶紧让他们滚，别再招惹到记者。司机师傅们，你们误会了，秦律师犯病了，他一个人跑到天台上来，我们是来救他的。没有，师傅，快救我！我没有。秦律师又犯病了，他该吃药了。你们回去吧，回去吧。放屁！秦律师根本没病。刘成亮，你又不认识你啊！你害死我儿子，你化成灰我都认识你。兄弟们，这家伙就当年电子取到孩子的书上了，咱们冲进去，让律师受伤害。好。兄弟们，往后退！放下你的！放下你的！放下！陈律师，你没事吧？赵师傅，多谢你们，已经开庭20分钟，我必须在10分钟内赶到法院。可这儿到法院最快也得20分钟，现在还是高峰期堵车。30分钟之内到不了法院，就会视为撤诉，就算扎上翅膀也飞不过去。跟我来，我也帮。赵师傅，咱们真能10分钟内赶到法院吗？打官司您是行家，要说开车您得听我的。兄弟姐妹们，我现在送秦律师去法院，给我规划一处电邮的道，10分钟之内必须到。绝壁左侧有一条小路，可以节省10分钟。别在林华大道出货了，堵车。都已经过了开庭时间了，秦月怎么还没到？太不尊重法庭了！
我听说秦月得了精神病，被送进精神病院，来不了了。真的？哈哈哈哈！我就说嘛，金海集团这么大的势力，他怎么可能能告得倒呢？啊！哈哈哈哈！沈班长，原告已经迟到27分钟，不可能来了。不如你早点宣判我们无罪，免得浪费大家时间了。就是，哎，你们磨蹭个啥呀？真是死的！法庭有法庭的秩序，要严格遵守。没到你们说话的时候不要说话，保持肃静。哎，老子屁股坐痛了，我扭，我怎么了？我犯哪条法了？秦月，你再不来，我只能宣布你撤诉。哎，时间到了啊！我早就说过了，他来不了。现在死心了吧？快点宣布结果。沈班长，刚才是你说的，法庭要有法庭的秩序。现在原告迟到了，按规定默认撤诉。你不会要骗他几位吧？全体起立！我宣布，因原告无故迟到半小时，被默认为撤档。正义虽迟，但终究会到。要是说把他弄进精神病院了，他怎么出来了？我怎么知道？新闻不多了，我哪知道他怎么出来？抱歉各位，耽误大家时间了。现在开庭。首先由原告发表意见。尊敬审判长。被告人金海作为金海集团的董事长，在10年中收容黑势力团伙，聚众斗殴，威胁竞争对手，敲诈勒索，罪行累累。被告人金坤罔顾他人生命安全，寻衅滋事，多次实施强奸、故意杀人，并且多次捏造伪证，逃脱法律制裁。被告人李兰竹诬告陷害、捏造伪证、合谋杀害他人。3个被告的犯罪证据我已经罗列清楚，形成证据链，请求当庭播放。同意。U 盘里没有你说的证据。怎么会？我明明已经拷进 U 盘里了。文件夹里只有1张照片。搞什么啊？同城交友，他平时玩这么花吗？把自己的私密照拿来法庭当证据，他是不是脑子有病？你还别说啊，这个秦律师身材呀，真不错呀。秦大律师，你真是饥渴呀！哎，跑到法庭上来交友了。你要是想男人，你跟我说呀。后去。
怎么会这样？我检查了好几遍，不可能出错。是他，快上车！哎，找什么呢？快上车呀！师傅，你这包拉锁没拉上？是他们买通了我的助理，调换了我的 U 盘，无耻！秦律师，在法庭上说话是要讲证据，我们几个人都在这里，怎么买通一个人？你自己不觉得荒谬吗？别装了，你压根就没有证据，你这是诬告。警告原告提示一次，不要在法庭上播放无关内容，马上提交你的新证据，如果没有，将视为控诉无效。我申请休庭，给我半个小时，我重新补充证据。我抗议，原告律师无端迟到，暂且不说，无端指责我的当事人，还当庭播放淫秽照片，现在还要休庭，这不符合审判程序。我身为律师，有权向法庭申请休庭，重新补充证据，这完全符合程序。没错，按理来说，律师有这个权利，但是你因为你是精神病患者，你应该在医院接受治疗，而不是跑到法庭来捣乱。秦月是精神病，真的假的？我刚刚好像看到相关新闻，我还以为是假的。你胡说！我可没有啊，我有证据。审判长，我申请当庭播放证据。同意。真是他呀！原来秦玉得了精神病，太可惜了。不对呀，他应该在精神病院，怎么跑出来了？他自己跑出来的，快抓住他！会有人吧？审判长，视频中的人是我不假，但是是有人在迫害我。金海犯罪集团不甘心被法律制裁，联合其他人把我绑架到精神病院。你们见过哪个精神病人口齿如此清晰？你是不是精神病？你说了不算。审判长，我刚刚从精神病院拿到相应的诊断证书。还真是精神院的诊断书啊！那个刘院长还挺知名的。实锤了，他还真是从精神病院里跑出来的。金总是被冤枉的，应该当场释放。你看，我就说嘛，金总怎么可能是坏人？他还是我们学校的评论生呢。对呀，就是这个秦月就是个疯子，根本就不能相信他的话。审判长，秦月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，且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。我申请让他逐出法庭，还所有被告清白，而我的3位当事人应该无罪释放。小李是好样的，还了金总清白。金总真受委屈了，被一个疯女人陷害，差点坐牢。秦律师是个病人，跟精神病集团。审判长，你相信我，我没有精神疾病，诊断书也是伪造的。刘元超跟金海他们是同伙。你空口无凭，怎么让我相信你？审判长，请愿藐视法庭，我申请立即让他逐出法庭。原告律师患有精神疾病，破坏法庭秩序，法警将他带离法庭。等等！快把他给我拖下去，小心他有人哦！秦律师，我会去精神病院看望你的。张师傅，麻烦你再快点，要来不及了呀！是啊，师傅，求求你再快一点。审判长，如果我的诊断书是由在押犯人提供的，还能证明我有精神疾病吗？这次我有证据。放开他！我看你能整出什么花样？请在数据库中匹配赵成亮和视频中刘元超的体貌特征。
相似度90%以上，可以判定是同一个人，应该是刘成亮，改名为赵元超。根据相关资料，刘成亮还有半年的刑期，应该在监狱服刑。而赵元超担任这所医院的院长超过1年，对方涉嫌越狱。经过合议，本庭采纳原告的证据，驳回被告的证据，原告继续留在法庭。废物，关键是个这样。慌什么？就算他能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，但也没有实质性的证据，我们依然会判无罪释放。对呀。审判长，原告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暂且不提，但他无法提供有效证据，多次拖延庭审时间，依然是不尊重法律。综上所述，我认为我的3位当事人无罪，并且对原告进行鉴别谈话。原告，你还有没有其他证据向法庭提供？我申请暂时休庭。不同意。给你最后3分钟，如果你依然无法拿出有效证据，那你所有的指控将不成立，3名被告无罪。审判长英明，金董是无罪的。别在这拖延时间了，在这干耗着有意思吗？他就是沽名钓誉，想维持自己不败神话的称号，难道为了自己就陷害他人吗？审判长，金海犯罪团伙罪行累累，罄竹难书，他们的手上有14条人命。我今天申请暂时休庭，就是为了那14条冤魂，他们都在等待正义的降临。我今天也许是最后一次站在法庭上了，我不确定意外什么时候会来。为了法律的尊严，为了受害者的利益，我请求法庭认真考虑我的意见。不同意。秦律师，这空口无凭可不行，你这属于污蔑。哎，肖律师，哎，我是不是能告他诽谤和诬告？绝对没问题，证据充分，我们稳赢。秦大精神病啊！哎，你不是要判吗？你继续啊！你刚才那种嚣张劲儿呢，我早就警告过你，在云海没人能动我金家的人，在云海我就是王法。肃静！肃静个屁啊！3分钟早就过去了。你赶紧宣判老子无罪释放！你再敢拖延时间，等我出去了，我一定投诉你！全体起立！我宣布，等一下，
金海的犯罪证据在这儿。哟，哎，这不是秦大精神病的爹妈吗？啊，怎么着？啊，觉得刚才那个照片不够彻底，想来点猛料给大伙助助兴啊？哎，还是说你这个老父亲舍不得闺女那儿的风光，想亲自来回味回味啊？你这个畜生，今天你死定了！我死不死不知道，但你肯定没几天好日子过了。我不怕你，我女儿说的对，法凭什么要给不法让步？妈，爸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不是让你们在家待着吗？我们看直播了，这是从赵和的包里搜出来的。无关人员，请到旁听席。原告，你还有没有新的证据向本庭提供？我申请当场播放进去。同意。我抗议！这3分钟早就过去了，就算有证据也没用了。快点把我们都放了！警告被告一次，没让你说话不要说话，再扰乱法庭秩序，从严处理。放吧，你放吧，可别是跟男人的照片啊！这些就是金坤危险驾驶、危害他人生命安全、寻衅滋事的证据。假的！啊！那些照片都是 P 的，上面不是我。铁证如山，你休想狡辩！照片可以伪造，那这些违禁药物呢？这些都是从你的住所里找到的。这些药物在国内完全不一样，但是跟李元平残留的药物完全一致。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么葬送在了你的手上，你拿什么辩解？你的双手沾满鲜血，你以为矢口否认就能洗清你的罪孽吗？你说话呀！啊，花那么多钱，不是让你来当哑巴的。我老子命令你，你说话为我辩护！儿子，你救我！你救我呀！啊！10年前，金海集团为非法夺取市南郊黄金板块的开发权，由时任集团安全主管的宋强组织多名社会闲散人员，对拒不拆迁的村民进行暴力威胁，指使打手将3名村民活活打死。事后，为了逃脱法律的制裁，策划并伪造了醉酒驾驶后意外坠亡的假现场。第二个证据，也是最令人发指、灭绝人性的部分。被告人金坤利用金海集团的势力，用威逼、利诱、下药的手段，在近10年中对至少20名女性实施强奸、轮奸等严罪性犯罪证据，导致2人死亡、3人重伤。可是，在金海的运作下，金坤免遭法律的惩罚。畜生，简直不是人！把自己伪造成企业家，背地里干的都是见不得人的勾当。枪毙他！枪毙他！太过分了！其实证据都是假的，审判长，他污蔑我，他做了一个，他疯了！证据如下：金海集团的发展壮大，其本质上是一部由暴力、贿赂、
谋杀及多种谎言组织的血腥犯罪史。告诉你一个最新消息，现场已经落网了。李兰竹，你说话呀！找人放火是你教我的呀！你不是说没事的吗？被告人李兰竹与丈夫罗明合谋，指使王斌纵火焚烧百货大楼，导致4人死亡，其中1人为救火队员，造成经济损失高达5000万。发之后，她又与丈夫罗明伪造证据，诬告陷害。李兰竹，你也是律师，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后果吗？月月，你是我最好的闺蜜，你原谅我这一下吧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想做了。你把我坚信，以后等等怎么都报答你。我可以原谅你，那你能让我的丈夫回来吗？审判长，各位法官，被告人金海的行为完全符合组织领导黑社会团伙罪、敲诈勒索罪、寻衅滋事罪、故意杀人罪，情节严重，请法庭数罪并罚，判处死刑，没收全部财产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被告人金坤的行为完全符合强奸罪、故意杀人罪、危害公共安全罪、寻衅滋事罪，情节严重，请法庭数罪并罚，判其死刑，没收全部财产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被告人李兰竹的行为完全符合诬告陷害罪、故意杀人罪，并违反律师法，情节恶劣，请法庭数罪并罚，判处死刑，吊销其律师资格证，没收全部财产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全体起立。被告金海犯组织领导黑社会团伙罪、寻衅滋事罪、敲诈勒索罪、故意杀人罪，事实清楚，根据刑法相关条款，判处其死刑，没收全部财产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被告金坤犯强奸罪、故意杀人罪、危害公共安全罪、寻衅滋事罪，情节恶劣，事实清楚，根据刑法相关条款，判处其死刑，没收全部财产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我想死了！被告李兰竹犯诬告陷害罪、故意杀人罪，违反律师法，事实清楚，根据刑法以及律师法，吊销其律师资格证，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赵何女士，你涉嫌污蔑罪、故意伤害罪，证据确凿，请跟我回接受调查。你们认错人了，我飞机要晚点了，我知道，那个秦月是我的师傅，你们让我去求他，他一定会原谅我的。别抓我！我错了，对不起，你别抓我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别抓我。秦主任，恭喜恭喜啊！我就说嘛，真金不怕火炼，以后你在业界可真是标杆了。
这场面可比以前气派多了。我们集团的法律事务可一直等着你重掌大局呢。诸位过誉了，今天大家能来，这份心意我心领了。队长，你们来了。嘉伟虽然走了，你依旧是我们的家人。今天这日子，我们得来。恭喜嫂！老公，小宝，我来看你们了。今天是律所重新开业的日子，害你们的人也已经被法律制裁。老公，小宝，虽然你们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，但是却用生命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。从此之后，我只为一件事情打官司，那就是正义。秦老师，这个案子卡住了。患者王冰因左腮腺肿物在医院做手术，术后左侧面瘫，鉴定为三级丙等医疗事故。我们主张医生赔偿医疗费、残疾补偿金等。在医院咬定手术并发症不可避免，拒绝担责。您看突破口在哪里？核心不是并发症是否发生，而是并发症是否可防。所以我们在聚焦术前、术中、术后全链条违规。更准确的策略是用过错推定，倒逼医院自证清白。你明天向法院申请调取手术室设备位置，如果神经监测仪当天未启用，那这就是铁证。秦主任，我们这个案子舆论太大了。我们代理的养老公司张峰老人2次摔倒后，家属都拒绝送医院，最终老人脑梗去世。一审判代理养老公司担责15万。网民们都骂我们甩锅给子女，二审我们该怎样逆转这局势？你去做3件事情：一是向医院申请急诊记录，证明死亡主因是因为家属拖延导致的脑梗恶化；二是确定家属拒诊期间每日责任权重，用时间轴量化确定过错比例；三是把赔付款项提取公证。要是没有秦主任的指点，真不敢想象局面会发展成什么样子。有秦主任坐镇，咱们律所这几年势如破竹，胜诉率在业界那都是首屈一指的。不，胜诉率和律所的名声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，只有公正和法律的尊严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。千万别忘了，你们为什么穿上这身律师袍？叔叔阿姨，请问你们是来咨询法律问题的吗？有什么可以帮到二位？对，就找你们。你们这不是帮人打官司的吗？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告啊？当然，我们会为你们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。请问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二位要告谁？还不是我们那不孝的女儿。可不是嘛，这1个月我们总共就见了她1次。还是匆匆忙忙吃了一顿饭，接了一个电话就走了。你说这眼里还有我们这当爹妈的吗？哎，还有更气人的呢，他自己都老大不小了，现在是对象也不谈，婚也不结，更别说生孩子了。你说这像话吗？叔叔阿姨，就这些吗？这还不够吗？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你说说，这是不是重罪呀？姑娘，你放心，我们有的是钱。这卡里面有200万，你看够不够打这场官司的？我还有这卡里也有100万。不行，家里还有存折。那好吧，请问二位有没有熟悉的律师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可以做推荐。有，就找秦月帮我打官司。对，就是他。不管多少钱，我们都雇他。进。
秦主任，今天来了2位特殊的委托人，是一对老夫妻，他们要起诉自己的亲生女儿，而且指明要您代理这起案子。起诉亲生女儿，这属于家庭纠纷，交给咱们律所里新来的律师就好。我已经跟他们解释半天了，嘴皮都快磨破了。但是这2位老人油盐不进，一定要指明您来，而且说如果您愿意的话，他们可以出300万的律师费，卡都拍在我桌子上。300万起诉亲生女儿，这得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？到底是多稀罕的案子，值得他们这么下血本？非我不可。行吧，我们去看看。爸妈，怎么是你们？爸妈，我这段时间真的特别忙，有好几个案子都在关键期。你们怎么还特地？这不是给我添堵呢？哎，这话说的啊，我们来就是给你来添堵了，是吗？你自己说说，都多少天没回家了，还记不记得我们这爸妈了啊？月儿，这钱哪能赚得完呢？妈爸，你们还真当我是为了赚钱吗？嘉伟和小宝用生命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我要用法律的武器去保护更多像我们这样的家庭，这样的悲剧本就不该发生。月儿啊，事情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，你也该为自己活一次。你还年轻，我们可以试着开始新的生活。我想嘉伟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下去。是啊，家里给你介绍相亲的都排成队了，要不咱们也看看，你身边总该有个知心人照应你啊。我跟你妈终究是老了，不能陪你一辈子的。爸妈，你们的心意我都懂，可是我现在的心太满了，装不下别人。我答应你们，我会对自己好一点的。喂，什么？有新突破？好，我马上过去。爸妈，对不起啊，我有个紧急情况得去处理一下，我改天回家看你们啊。算了，老头子，如果他觉得这样活着可以踏实些、开心些，就由着他。哎，走了走了。